今天编年史的内容，我们说的是暗夜精灵的崛起与永恒之际。之前的编年史视频《魔谷与熊猫人篇》时间线发生于黑暗之门开启前15000年至10000年，暗夜精灵的故事也同样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它们同时存在于卡利姆多大陆之上。魔谷与熊猫人的故事发生在大陆的南端，而暗夜精灵的起源则要追溯到巨魔部族与亚基虫族开战之前。当时卡利姆多大多数区域都是被巨魔所占领的，各个部族之间经常会因为争夺狩猎场与领土而爆发冲突。然而巨魔中却有一个另类，他们对争夺权力的战斗漠不关心。这群巨魔被称之为黑暗巨魔。黑暗巨魔居住在海加尔山下方的深幽洞穴中。还记得我们游戏中在海加尔山地图里那些暗夜精灵地穴吗？没错，聪明的你肯定想到了些什么。他们憎恨白昼，只有夜间才会到地面上行动。深居幽穴以昼伏夜出的习惯，导致他们的外貌发生了改变，肤色由蓝色变为紫灰色。黑暗巨魔乐于这种离世独居的生活，很少与外界联系，他们渴望与自然和谐共处。而黑暗巨魔中的密室更是经常与大地母亲交流。之前我们介绍过，弗雷亚经常带着荒野之神来海加尔山遛弯，也许黑暗巨魔也曾和这群荒野之神进行过交流，又或者荒野之神指引过他们。渐渐的，巨魔们移居到了卡利姆多的中央地带，探索着这片位于大陆最中心如同迷宫般的森林，并与精灵龙、奇美拉、树妖等神秘生物融洽的相处。后来他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涌动能量的巨大湖泊——永恒之井。关于永恒之井的诞生，可以查看编年史第1集。这一重大的发现使得黑暗巨魔在永恒之井的岸边定居下来，而湖泊中散发的能量其实是艾泽拉斯这位新生泰坦的生命之源。巨魔沐浴在这股奥数能量之中，这甚至改变了他们的身体。这些巨魔的獠牙和手指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原本长久以来的深居幽穴和夜间活动，使他们的视力在夜晚很强，白天很弱。在经过永恒之井的能量沐浴后，他们的视力也得到了强化，不仅白天有着很强的视力，夜里更是能散发着奇异的光芒。于是这群巨魔变成了一群极具智慧、几乎永生的生物。他们渐渐抛弃了巨魔的古老习俗与传统，他们认为在这片静谧的永恒之井中沉眠着一位女神，而这正是部族崇拜的月亮女神艾露恩。这里稍微介绍一下艾露恩，如果各位观众老爷仔细观察，会发现艾泽拉斯有2个月亮，白色的月亮被称为白衣女士，另一个蓝色的月亮则被称为蓝孩子。以上的说法来源于古老的暗月精灵和牛头人传说，而艾露恩则与白衣女士有着密切联系。她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森林之王德路伊的守护神，是艾泽拉斯为数不多的真神。不过关于艾露恩的设定，暴雪一直没有给过太过详细而具体的描述，可能暴雪还没想好要怎么吃这个书。艾露恩的实体至今也没有在游戏中出现过，不过她的神迹倒是出现过几次，她的故事我们可以以后再聊。总之大家记住艾露恩是一个真神就好了。暗夜精灵通过与艾露恩的交流，以及对永恒之井周边神秘圣物的考古，得知了卡利姆多以及泰坦文明的事。受泰坦文明的影响，他们也学习起了生物上的语言，并用这种语言为族群命名，自称卡多雷，众星之子，意为暗夜精灵。不久后，海加尔山的荒野之神得知了他们的存在，其中半神塞纳留斯对这群来永恒之井定居的暗夜精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暗夜精灵们将塞纳留斯称作白鹿王马洛恩与艾露恩的儿子。塞纳留斯对暗夜精灵喜爱有加，相信他们可以成为大自然的守护者，于是塞纳留斯便开始向他们传授自然界的知识，又或者说是德路伊之道。他希望暗夜精灵能努力地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暗夜精灵也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在永恒之井这个力量源泉的岸边建造起神奇的都城艾路迪斯，意为艾露恩之眼。他们的仁慈与智慧使得塞纳留斯满心欢喜，他也总在必要时指引着暗夜精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暗夜精灵过上了另一种生活，终日沉迷揭开永恒之井的不解之谜。他们穷心竭力地钻研着永恒之井的奥数能量，变成了学识渊博的法师。
他们驾驭着奥数湖泊的能量，并在湖水周围修建起令人惊叹的神庙与道路。这指尖流淌的神力让暗夜精灵们陶醉不已，魔法也因此成为了他们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魔法驱策着暗夜精灵文明的前进步伐。在这个蓬勃发展的时代中，暗夜精灵族群中最为德高望重的统治者诞生了，她就是艾萨拉女王，带领族人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而同时也播下了毁灭的种子。这里我们需要提一下艾卢恩姐妹会，在暗夜精灵帝国中有多处城邦，其中有座名叫苏拉玛的城市，没错，就是军团再临版本中的苏拉玛。当时苏拉玛是暗夜精灵们穷神的活动中心，以及艾卢恩姐妹会的聚集地，你可以把这里理解为暗夜精灵的信仰中心。该组织由女性暗夜精灵组成，对月亮女神十分虔诚。姐妹会中的女祭司对早期的暗夜精灵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她们扮演着族人的精神领袖，又肩负着保卫领土、抵御外敌的重任。总体来说，是暗夜精灵中一支强大的战斗力。我们接着说回艾萨拉女王，作为暗夜精灵统治者，她有着动人的美貌与远超年龄的智慧，可以说是几乎将族人梦寐以求的所有优点都集于一身。在小说中对艾萨拉女王的描述是，出生时是金色的眼睛，这在大分裂之前的暗夜精灵中非常罕见。金色双眸通常被认为是拥有伟大未来的标志，而艾萨拉沉迷于法术，为此在永恒之井的岸边建造起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辉煌璀璨的宫殿。在这座宫殿里，最具有权势的贵族们奎尔多雷，意为上层精灵，对女王俯首听命，言听计从。这群上层精灵都是颇具天赋和野心的法师，比如说女王忠心耿耿的虔诚侍女瓦斯奇女士，备受女王信赖的顾问大臣萨维斯领主。这些在女王身边的上层精灵，在暗夜精灵的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这也引发了其余低等精灵的不满。尽管如此，但艾萨拉女王本人却从未遭受过任何非议，各个阶层的暗夜精灵都对她宠爱有加。为了表达对她的宠爱之情，精灵们甚至将都城改名为新艾萨利，意为艾萨拉的荣耀。在艾萨拉的统治下，暗夜精灵文明渐渐发展成为庞大的帝国，一座座辽阔的城市中遍布金碧辉煌的高塔，许多奇观胜景即便在现在也难得一见。纵横交错的长廊堤坝在艾卢恩银色光辉的照耀下，延伸至卡利姆多的各个偏远角落。暗夜精灵们奉女王之命，组织了众多远征军，踏上了探索艾泽拉斯之旅。此举也是进一步拓展帝国的版图。探险队常常带着各种奇异的动植物样本返回新艾萨利，并给他们讲述神秘巨龙军团的传说。远征军沿途建立了数十所哨站与仓库，比如说北方冰寒的月歌森林的山达拉，中部荒野的森拉罗，以及菲拉斯南部丛林中的艾雷萨拉斯。那么各位看到这张图的时候肯定会有疑问，之前的这些版图不都是巨魔的控制区域吗？他们去了哪里？别急，我们稍后就会说到原因。除了上述的哨站之外，女王本人则亲自前往卡利姆多西部的边缘地带，监督制造一座向艾卢恩致敬的全新神殿。神殿的面积广阔，雕梁画栋，湖光水影，而在神殿的桥面上覆满璀璨的宝石。待神殿完工后，他将这座辉煌的殿堂命名为拉萨尔拉扎，意为天穹宝座。可以说，当时暗夜精灵帝国的强盛，除了雄霸一时的古神黑暗帝国外，再无其他帝国能与之相提并论了。而艾萨拉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就连雷神也是望尘莫及。然而艾萨拉和他强大的军队却对一处地方敬而远之，那就是海加尔山。游荡在那片森林中的灵魂与半神让艾萨拉感到不安。艾萨拉明白，即便如此强大的自己也不具备征服这座山峰的实力。那山岭间弥漫着上古魔法，是一片狂野不羁、亘古不变的土地，全然不同于卡利姆多的其他区域。究其根源，还是因为那里遍布着荒野之神以及泰坦守护者的神秘力量。于是艾萨拉公开下令，要求族人尊重亲近森林的古老传统，避开海加尔山。而这道命令的背后，实则艾萨拉在内心深处看不起那片山脉与它所代表的自然和谐。这里为大家解读一下，
艾萨拉此时开始有些忘本了。原本黑暗巨魔是生活在海加尔山的幽穴里，他们受自然的指引才来到永恒之井，井中的神秘力量才使黑暗巨魔演变为了高贵的暗夜精灵。而现在艾萨拉在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后，却开始瞧不上那古老的海加尔山，盲目与自大开始慢慢笼罩着庞大的暗夜精灵王国了。也正是此时开始，慢慢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居住在海加尔山的塞纳留斯很清楚艾萨拉对海加尔山的态度，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而帝国的扩张也令他渐感忧虑，上层精灵法师所表现出的傲慢和鲁莽，更使其愈发愤怒。不过，暗夜精灵社会中的大都市成员仍然秉承着崇敬自然的传统，这温暖了塞纳留斯的心。但同时，他也知道艾萨拉和他那帮嚣张的追随者并不会为此有所改变。随着时间的流逝，暗夜精灵对艾萨拉斯的其他文明全然不放在眼里了，而艾萨拉那种族纯洁性的教条式信仰也渗透进了暗夜精灵们的灵魂中，排外的气氛充斥着整个暗夜精灵族群。而这里就要提到巨魔了。曾经巨魔占据了卡利姆多的大部分疆域，在后来经历了亚基虫族与巨魔战争后，阿曼尼、古拉巴什、达凯莱部族占据了各自的一大片土地，赞达拉部族占据圣山赞达拉，这些部族后来日渐疏远和闭塞。而黑暗巨魔由海加尔山迁居至永恒之井附近，演变为了暗夜精灵。再后来，暗夜精灵发展为庞大的帝国，占据了卡利姆多的大片疆域。巨魔此时才发觉这一强大的威胁，而巨魔的敌意也引起了精灵们的注意。双方爆发过几场小规模的战斗，巨魔此时已然敌不过精灵那极具毁灭的魔法了。然而艾萨拉却对征服这群蛮荒种族不感兴趣，在他眼里，巨魔不过是一群跳蚤。最后，女王与巨魔族群中地位最高的赞达拉部族达成和解，这被巨魔视为屈辱的协议内容为，为了终止巨魔对暗夜精灵领土的进犯，艾萨拉女王大开恩典，答应将永恒之井南部的圣山赞达拉留给赞达拉氏族。巨魔们知道自己在敌人的法术前毫无胜算，不得不屈辱的同意，因此在巨魔心中激发了对暗夜精灵深深的恨意，并将世世代代在巨魔心中延续下去。在消除了巨魔的滋扰后，艾萨拉继续扩张帝国的疆域。与此同时，他在宫殿中终日沉迷于研究永恒之井的不解之谜。过了不知多少个岁月，他意识到现在暗夜精灵对永恒之井的了解无异于管中窥豹。他要求上层精灵们加深对永恒之井中所蕴含的知识进一步探索，力求在文化与科技方面再创辉煌。最后，精灵们不计代价的实验产生的魔法洪流，使得在扭曲虚空中都能察觉。居住在虚空中的恶魔生物如同飞蛾扑火般被这股诱人的力量源泉所吸引。最终，我们下线了好久的萨格拉斯终于要上线了。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提到，他虽然知道有艾泽拉斯的存在，但并不知道其具体位置所在。由于精灵们滥用魔法，萨格拉斯终于发现了艾泽拉斯的位置，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集结起燃烧军团，将邪恶的目光投向艾泽拉斯。下面我要为大家讲述上古之战的序幕，在此要引出魔兽历史上的3次战争。这上古之战是第一次大战，然后魔兽争霸1中被燃烧军团控制的兽人入侵艾泽拉斯，以及魔兽争霸2中延续的旧部落与洛丹人联盟的战争被称作第2次大战。而魔兽争霸3混乱之治中，艾泽拉斯联军对抗燃烧军团的战争被称作第3次大战。这3次大战都对现如今魔兽世界中的故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介绍暗夜精灵文明的崛起，也正是为第1次大战的开端拉开了序幕。故事会如何发展，且听我慢慢道来。黑暗之门开启前1万年，正当上层精灵继续探索永恒之井时，一位名叫马法里奥·怒风的年轻暗夜精灵却投身于自然的怀抱，并成为了睿智的塞纳留斯的弟子，是艾泽拉斯世界上第1位凡人德鲁伊。回顾我们在编年史第6集中提到的野牛人，当初他们也曾受到塞纳留斯的指引，后因厌倦了与巨魔争夺狩猎场而选择南下，却不幸遭到魔古族的奴役。后来重获自由后，又因内部的分歧踏上了不同的道路，其中一支便是牛头人，他们与塞纳留斯也有着很亲密的连结，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游戏的最初版本中能选择德鲁伊的种族只有部落的牛头人，
和联盟的暗夜精灵。而至于第一个德鲁伊是牛头还是暗夜精灵，则众说纷纭。根据编年史记载顺序，塞纳留斯先教授过野牛人和牛头人，后教授了暗夜精灵，直到马法里奥怒风成为了艾泽拉斯世界上第一位凡人德鲁伊。马法里奥学识过人，时常漫步于海加尔的森林之中，他的成果让塞纳留斯很满意。早在他初次进入翡翠梦境时，塞纳留斯便察觉了这位学生与众不同的闪光点，并希望他能够在暗夜精灵中传播德鲁伊之道，帮助他们找回和谐的天性。然而艾萨拉和他的追随者却丝毫不为所动。在宇宙的另一边，萨格拉斯想要利用这些贪婪且傲慢的法师开启传送门，以便军团来到艾泽拉斯。如果缺少了传送门，军团要花上数千年时间才能抵达这个世界。为此，他采取了与对付艾瑞达人如出一辙的诡计。他与上层精灵取得了联系，当中萨维斯领主是第一个听到其召唤的人。萨维斯立刻把萨格拉斯引荐给了女王。这位堕落泰坦向女王承诺，让他和他的仆从都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并帮助他们将世界变成人间天堂。随后，萨格拉斯开出了他的条件，要求艾萨拉和他的追随者召唤他的使者来到艾泽拉斯。我们都知道，这其实是萨格拉斯的欺骗手段。他想要的只是打开传送门，以方便他的恶魔大军进入艾泽拉斯。但女王在听闻后非常想要得到萨格拉斯的力量，她还告诉萨格拉斯，她想要将世界上低等种族清洗掉的想法。于是艾萨拉在都城新艾萨利开启了一道传送门。然而传送门中走出的并非和平使者，而是一波又一波的恶魔战士。恶魔们进入宫殿后，将上层精灵以外的暗夜精灵屠杀的一个不剩。艾萨拉面对族人的死亡不为所动，而他的族人在面对恶魔的屠戮时，发出女王请救救我们，女王快逃的声音。而他本人只是看着族人死去，他深信人民的死是必要的，他必将成为这个世界新的主人，一切都将会按照他的意愿进行塑造。然而事情真会如他所想的那样吗？在燃烧军团将领毁灭者马洛诺斯、驯犬者哈卡，这个与学生哈卡重名，是暴雪自己的锅，以及污染者阿克蒙德的指挥下，军团迅速且无情地毁灭了心灵们的政治中心新艾萨利，而信仰中心苏拉玛成为了军团的下一个目标。数以万计的末日守卫和地狱犬将卡利姆多原本宁静的领地燃烧成了充斥着绿色火焰的荒野，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就此拉开了序幕。在一位名叫库塔罗斯·拉文凯斯的精灵贵族领主的带领下，暗夜精灵组织起了一支抵抗军，迎击残暴的燃烧军团。在这群英勇的防御者中，出现了3位彻底改变卡利姆多命运的英雄，他们就是德鲁伊马法里奥怒风与他的双胞胎弟弟伊利丹怒风，以及爱人深爱着的月之女祭司泰兰德雨风。在战役最初，拉文凯斯的军队屡战屡败，但这群精灵也并非全无收获。马法里奥在战斗初期就给燃烧军团和上层精灵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进入到翡翠梦境最深处，在那里他向艾萨拉最信任的顾问萨维斯释放了强大的德鲁伊魔法，将他一举击垮。此举不仅消灭了上层精灵中最强大的法师，同时还向同伴证实了德鲁伊魔法那难以置信的强大潜力。伊利丹也是抵抗军中的中坚力量，在一次交战中，他凭借勇气与对奥数魔法的驾驭救了拉文凯斯一命。为了表彰他的守身精神，指挥官将伊利丹提拔为他的私人巫师，并由他统领抵抗军中的一众巫师。在游戏军团再临版本中也有场景战役，回顾了伊利丹这一段历史。只不过这里有一些细节，大家都知道伊利丹的故事嘛，是魔兽编剧吃书吃得很严重的一个部分。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后会单独来说，这里我们先继续看正史中的发展。女祭司泰兰德也在艾卢恩姐妹会中崭露头角，她从大肆屠杀的燃烧军团手中拯救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后来泰兰德成为了艾卢恩的高阶女祭司，姐妹会中备受敬仰的首领。虽然抵抗军无畏奋战，但仍然敌不过燃烧军团，因为不管他们杀掉多少恶魔，都会有恶魔通过传送门源源不断地涌入艾泽拉斯。燃烧军团还利用暗夜精灵繁育出了一种全新恶魔，第一个沦为牺牲品的就是萨维斯。这个手法和当初萨格拉斯将艾瑞达人转变成恶魔曼阿瑞如出一辙。萨格拉斯将他扭曲成了一种
头上长角、脚下有蹄的恶魔萨特。萨维斯永世为燃烧军团效命，他不遗余力地对从前的上层精灵同胞施加诅咒，把他们也变为萨特。随着燃烧军团势力的不断壮大和战局进一步的发展，马法里奥意识到单凭暗夜精灵的一己之力是难以取胜的。他劝说泰兰德和伊利丹陪他前往海加尔山附近那宁静的月光林地。他向塞纳留斯求援，这位伟大的半神同意将强大的荒野之神集结起来，共同抵御燃烧军团的入侵。但那些荒野之神生性狂放，不喜欢协同作战，劝说他们需要时间，而时间恰恰是暗夜精灵负担不起的。本期视频中，我们讲述了暗夜精灵一族拉开了上古之战的序幕。实际上，除了编年史外，还有一套精彩的小说，同样也是描述上古之战的历史，只是小说中的一些设定和现在的编年史有些不同，所以我们将小说的故事放后面。小说三部曲是一个穿越故事，是时间线10000年后的人穿越到上古之战的时间线中。如果在本期视频中直接讲解的话，会让大家觉得时间线很混乱，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先看看编年史中的叙述。而上古之战三部曲是个很精彩的故事，讲述穿越三人组通过一些微妙的参与，改变了当时的历史。比如说马法里奥当时进入翡翠梦境后，曾被有所察觉的萨维斯关进了一个法器中，而穿越者其中之一通过他的能力告诉了马法里奥破解之法，才使得马法里奥挣脱束缚，最后干掉了萨维斯。这么有趣的故事当然不能错过。待我讲述完编年史中的正史后，再为大家讲述三部曲中的内容。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如果本期视频对你在艾泽拉斯的旅程能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请为本期视频关注、点赞、收藏，长按点赞键可以实现一键3连哦。也可以通过特别关注第一时间获取我视频的更新信息。好了，我们下期节目见。